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毛。我们呢不是在农村这里买了一个废弃的房屋吗？但是啊，那房子是在水边的，还是不适合过农村生活啊。小梅啊叫我还是回老家盖一个吧，去申请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申请得了，是吧？我的户口跟我哥来到城里了嘛，然后呢去老家盖房子，这个呢比很多人都困难，难上加难。很多人啊户口没有迁出来，在本村申请盖房都很难申请。我这个呢只是说去试一试了，看看能不能盖得了了，能不能申请得了了。为我们这个家努力一下，争取一下，看行不行？对，行的话更好了。有新的观众可能会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在老家盖房，然后非得要跑在这个城市的边缘买一个水塘旁边的废弃房屋。我们再说一次吧，就是我的户口跟我爸的户口啊都被我的二哥拿这个异地扶贫搬迁了，就是多了我和老爸两个人呢，他就多2个份额，每一个人啊有20个份额，我跟老爸加起来就是40个平方，这样子他的房子就更大。对，他就想让他的房子更大嘛，所以呢拿我们的名字，拿我们的份额跟他一起迁来城里了。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，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对，当时呢也没想那么多，然后就想着自己兄弟嘛，就能帮他一点是一点，能给他大一点，就让他房子大一点吧，就只是想这么多，没想过回去盖房，然后会有多困难这些问题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要去镇上去申请一下，去跟那些领导说一下我的状况。你看我户口来城里了，是吧？我没有跟我二哥住，我没有用那个异地扶贫搬迁的房子，是吧？就应该给我们盖一个。对，你看如果我们没有买这个房呢，是不是你不可能让我跟我二哥永远的住在一起嘛，那房子人越来越多，早晚的分开嘛，是吧？兄弟早晚的分家嘛。所以呢还是得去争取一下，小梅说去争取一下吧，争取一下吧。就算不能盖了，不能申请不了了，那就没办法，这样。我们亲戚都在老家，就是经常回老家，亲戚办酒席什么之类的，我们都去老家帮忙。然后想住在老家，老家又没有房子，很晚都得赶来城里，我觉得那样子很不行。我就想在老家有个房子。老家没有房子很不方便。是啊，因为我们的亲戚啊，这些都是在老家的，办什么酒啊，我都要跑回去，而且呢，很多时候在老家一待，要帮忙就得帮个2-3天的，晚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必须要申请一下。那我说不定能成功呢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就要去镇上申请一下。小梅呢就在家，她等一会要接维安娜放学，我就自己去咯。加油，等你好消息。希望是有好消息，尽力吧，走吧。尽力就行。对。拜拜。拜拜。祝你好运。好运，好运。去镇上我要找哪个单位，我现在都还不太知道，有点迷茫的状态。我想可能就去政府那里找吧，然后看政府怎么说。有可能要把户口迁回老家才能盖，但是迁回老家不知道能不能迁回去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都得需要我们去问，去争取。还好啊，真的是还好，我们买了房子。如果我们没有买房子，真的是没有地方住的。因为我二哥嘛，他也是一个小孩一个妈，他现在呢算是有3个小孩，
然后呢，那3个小孩呀，都不是同一个妈。怎么说啊？就是他离婚，就是离婚了3、4次了，然后又跟3、4个女人在一起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对呀，然后他的家庭呢，人越来越多嘛，然后他就感觉他家也容不下我们了，所以呢，也就不让我们住里面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自己没办法。好喽，现在已经回到镇上了。老家呢，虽然离县城比较远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房子总比没有好。在老家有房子呢，就感觉像是有根一样嘛。不管我们在外面天涯海角有什么问题，落魄到什么程度，我们都有一个依赖，有一个根，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老家，这样子。如果老家没有房子啊，你住在城里这样子，你在外面漂泊打拼，你落魄了，你就没地方在了，你就没地方可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老家有一个啊，真的是可以让人感觉更温暖一点。已经到镇上了，现在也到镇政府这里了。现在呢，我去问一下领导他们吧。现在也是上班的时间了。我已经上去问了，还是不行。一般呢，就是搬迁去城里了之后，都不能回来盖房子。没有要盖房子的这个对应政策，就是我这种情况的人也是很多的，就是跟兄弟这些搬迁去城里，然后呢人口增加，房子不够住了啊，分家了，然后分出来的人让他们住哪里？他们都没有这个要回来盖房的这个方案，所以呢，我就是这个不能回来盖房子的这个群体。然后呢，跟哥哥分家了，没地方住，我是属于这个群体。虽然现在是自己买房，但是如果没买呢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没买呢，那不得去街上租房子，跑上跑下的，租来租去的，搬来搬去的。现在对于我这个群体的最多的这个方案就是就租房补贴，或者是买房补贴。租房补贴的话，1个月就100-200块钱，然后买房补贴呢是怎么算？我没问。但是这些补贴也不想问了。总之呢，就是不能回来盖房子了的。刚才又上去问了一下这个买房补贴怎么补贴的。他们叫我去城里面的住建局问。哎呀，这个补贴呢本身就不大，但是呢还是去问一问吧，毕竟房子我们都已经买了，是不是？能拿到补贴就拿，拿不了那就算了，去问一下吧。走，回城里咯，那就这样子就回城里了。哎呀，想在老家有房子，想在农村有房子，这个对于我这个人群来说还是蛮难的。对于那些在老家父母还在老家没有搬迁的人，还是比较好一点，好申请一点。